爸，师傅那里有做错，所以外婆不要我。那一刻，我10年的忍耐彻底断了。这30万，给爸妈补缴养老保险。还是程泽有本事，这下我们养老不用愁了。这些你们照顾我妻子，辛苦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孙子，这是外婆给你的2000块，你也有，和哥哥一样多。外婆，我的红包呢？没有了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别总惦记这些东西。爸爸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所以外婆不要我？妈，所有孩子都有红包，为什么只有念安没有？不就2000块钱吗？你至于当众摆脸色吗？大过年的别闹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一家人过年，别为了这点小事伤和气。钱是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原来10年的付出，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刘姐，我之前替岳父母交的30万养老保险，全部退回来。顾总，您确定撤回？确定。确定。你什么意思？养老钱交出去，还能往回拿？我给的是孝顺，不是欠你们的。女婿给丈母娘养老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那我的女儿呢？她也是你们的外孙女儿。看来这些年，我们养了一个白眼狼女婿。不，白眼狼是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人。你给我站住！嫁出去的女儿本来就是别人家的人，外孙女跟着你们顾家，凭什么要求我们远水端平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嫁出去的女儿，就连她的孩子也低人一等。若晴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早就不是林家人了。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只是说话重了一点儿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有什么不能听的？我们家一直就是这样，孙子才是自家人，外孙女迟早要跟着别人姓。爸爸，我真的不是外婆家的人吗？你没有做错，是有些大人把偏心当成了规矩。偏心？程泽，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他们只是老思想，一时改不过来。老思想，就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告诉他不配被公平对待。你替他们解释的时候，有没有先看看自己的女儿？今天是除夕，能不能先别争了？以后我会跟他慢慢说。每次都是以后。念安今天受的委屈，也要等以后再算吗？一个孩子的红包而已，你非要逼若晴跟亲爹亲妈翻脸吗？我从没逼她跟你们翻脸，我只想让她保护一次自己的女儿。念安还小，过几天就忘了。可他们是长辈，你就不能再忍一次吗？原来你最先想到的，还是让我忍。若晴，如果今天受委屈的人是你，你会忍吗？他们毕竟是我爸妈，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的跟他们断绝关系。我明白了。
爸爸，我们是不是要回家了？对，爸爸带你回家，以后没人可以这样欺负你。承泽，你先别走，我们回去再谈。顾承泽，拿点钱就想骑到林家头上，这些林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现在有钱了，就翻脸不认人？既然都说我忘恩负义，那今天就把这些年的账算清楚。若晴嫁给你10年，给你生孩子、顾家庭，这些难道不算付出？没有若晴帮你守着家，你能安心在外面赚钱吗？可以，你们的付出要记，我的也一笔都不能少。林浩然买房，首付差60万。一家人买房，你这个妹夫帮一下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转账备注写的是借款，这60万，你这些年还过1分钱吗？林志宇装修房子20万，当时我周转不开，谁家亲戚遇到困难不互相帮忙？我帮了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连一句什么时候还钱都没提过。爸妈每月6000生活费，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断过。你是林家的女婿，给老人生活费不就是应该的吗？养老保倒醒30万，还有看病、过节和家里的各种开销，账上全都有。承泽，你为什么把这些全记下来了？我本来没想算，是你们先指着我说我忘恩负义，你们花了我上百万，却连念安2000块红包都舍不得给。你一年赚那么多，给家里花这点钱怎么了？难道还能把你花穷？所以我的钱是应该的，我女儿受的委屈也是应该的。你们把我的付出叫一家人，把我的拒绝叫无情。借的钱就是借的吗？亲兄弟之间还要真的算账？大过年的，你非要为了几个钱把一家人逼成仇人？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按账算。顾承泽，你非要把一家人逼到这个地步吗？不是我在逼他们，是他们从没把我的付出当回事儿。是我爸妈和哥哥，你这样当众算账，真的太绝情了。我替他们花了100多万，现在只是想要一句公平，这就叫绝情？爸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他们没有收入，养老只能靠我们。养老可以，可养老和纵容他们伤害念安是一回事吗？这是第几次了？大哥买房是真的缺钱，二哥装修也遇到了困难，我不可能眼睁睁不管。若莹说的对，亲兄妹之间谁有能力谁多帮一点。你可以管他们，但你拿去填娘家的是我们这个家的钱。爸妈要管，哥哥要帮，那我们的女儿呢？妈妈，我是不是不该要外婆的红包？念安，你别多想，一个红包而已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以后还有机会。以后还有机会。孩子今天被当众排斥，你却告诉他，受了委屈以后再补。我不是不心疼他，我只是不能为了这件事跟所有家人翻脸。你不是不爱念安，你只是不敢为了他得罪自己的家人。他们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不能不管，你不能再理解我一次吗？我理解了，所以每次需要牺牲时，被牺牲的只能是我们。顾承泽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我在你和爸妈之间选一个吗？我从没让你选，我只希望你记得，你也是念安的妈妈。可他们年纪大了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跟我们回来？妈妈还有些事情没想明白，不是念安做错了，知道吗？那今晚爸爸可以陪我睡吗？可以，爸爸陪着你。爸爸，外婆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对妈妈？也许妈妈小时候也没人告诉她，受了委屈可以说出来，但你不一样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可以告诉爸爸。爸爸，我以后不会变成不敢说话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哭，可以生气，也可以告诉别人你不接受公平。爸爸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妈妈。你们就是太敏感了，女孩长大以后早晚都是别人家的。妈，你别再说了，念安昨天已经很难过了。难过2天就忘了，一个丫头片子哪有那么金贵？
哪有那么金贵？妈，你刚才说谁不金贵？我说错了吗？女孩以后要嫁人，心思早晚都在婆家。我的女儿不是赔钱货，更不是谁家迟早要送出去的东西。念安，你记住，你不比任何人差，也不欠任何人。说几句老话就受不了，你这样护着她，以后能有什么出息？程泽，念安还在这里，你们别当着孩子的面继续吵了。真正当着孩子伤害他的人是你妈，你为什么每次只让我闭嘴？我不是让你闭嘴，我只是觉得你把一句话看得太严重了。对大人是一句话，对一个孩子，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伤。顾承泽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？赚了几个钱，连基本教养都没有了。算了吧，你给爸妈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他们侮辱我的女儿，你却让我向他们道歉。你为了一个小丫头这样顶撞老人，这就是你顾家的教养。够了！真正没有教养的人，是伤害孩子以后，还觉得自己句句有理。你立刻向你妈道歉，否则以后别再登我们林家的门。爸爸，你们是不是因为我才吵架？我以后不要红包了。不是你的错，你要的从来不是红包，是别人对你的尊重。顾承泽，你一定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吗？我只是不再装作没看见，真正把事闹大的人，从来不是我。那你现在到底想看清什么？看清你们到底把念安当成什么？我妈说话是难听，可她只是老思想，她不是真的恨念安。伤害不会因为一句他没有恶意，就从孩子心里消失。你一定要把一家人逼成这样吗？不是我要闹，是你们逼我看清。念安，穿好衣服，这个年我们不过了。顾承泽，你冷静一点。大年夜带着孩子走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？孩子已经被伤成这样，你最担心的还是别人怎么看。今天你们走出这扇门，这个家可能真的就散了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我爸爸才要走？不是你的错，爸爸带你走，是因为这里没有人保护你。我是他妈妈，我怎么可能不保护他？我只是不想事情无法收场。你每次都在保护场面，保护父母，却从来没有先保护过他。今天不走，也许家还在，可孩子的心会先碎掉。我会让爸妈给念安道歉，也会给他补红包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念安需要的不是补发2000块，是你当场告诉他们，他不该受这种委屈。妈妈，你现在可以告诉外婆，我不是别人家的吗？念安，外婆只是说话不好听，她心里不是那样想的。我说的有什么错？为了一个小孩子，你们还真准备6000不认？你看，他连一句我女儿没有错都不敢当着你们说。大年夜摔门走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把孩子留下，你自己冷静去。她是我的女儿，一个刚生下的地方，我不会让她单独留下。承泽，你带念安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？这个家不是我不要，是你一直把我们排在娘家后面。爸爸，我想跟你回家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。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，妈妈也不帮我说话。若晴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口中以后还有机会的孩子。念安，妈妈不是不帮你，妈妈只是怕这个家真的散了。靠孩子忍受委屈维持的，从来就不是一个家。顾承泽，你们今天走了，以后就别再回来。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林家的门，我不会再主动进，以后也不会再打扰。顾承泽，你今晚把我爸妈伤成什么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念安也被伤了，你进门第一句话还是质问你爸妈。他们再不对也是长辈，你撤养老钱翻旧账，还当众带孩子走，这不是羞辱是什么？我带念安走，是因为他亲口说他不想继续待在那里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才和爸爸整生气？不是，妈妈没有怪你，妈妈只是觉得爸爸不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我保护自己的女儿叫绝情，那你父母当众排斥她叫什么？他们只是不会表达，不是真的不喜欢念安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揪着不放？可是外婆说我不是他们家的人。
外婆说的是气话。过几天妈妈带你回去，让她重新给你一个大红包。他缺的不是红包，他缺的是你告诉所有人，他也是这个家的孩子。难道为了证明你是个好爸爸，就必须把我的父母变成坏人吗？若晴，你总说他们是你的父母，你的家人。他们当然是我的家人，那生我养我的家，我怎么可能不管？你觉得他们是你的家，那我和念安，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你们当然也是我的家人，我从来没有说不是。可每次他们和我们发生冲突，你保护的都是他们，被要求忍让的永远是我和孩子。他们年纪大，哥哥们又需要帮助，我多顾着他们一点，难道也错了吗？照顾父母没有错，可你不能靠牺牲我们的感受证明自己孝顺。你只看到我维护他们，没有想过你我夹在你们中间有多难。我想过，所以10年里我一直退。可你有没有想过念安今天有多难？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终究是我爸妈，我不可能真的不管他们。我没让你不管，我只终于明白，我们永远排不到他们前面。爸爸妈妈是不是不想和我们做一家人了？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不值得被爱，大人的问题应该由大人解决。陈泽，我只是希望大家都好，为什么最后所有人都在怪我？因为你想保住所有人，唯独忘了保护自己的家。若晴，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段婚姻。你说重新考虑是什么意思？你真想和我离婚？我不想再让念安生活在一个不断否定她的家庭里。陈律师，我要离婚，现在就帮准备协议。程泽，大年夜突然找我，你确定不是一时冲动？我忍了10年，今晚不是冲动，是最后一次失望。好，那我再确认一次，你要我正式起草离婚协议？确定。孩子抚养权、共同财产、债权债务这3项都必须提前整理。念安由我抚养，林家的借款、养老支出和所有转账我都保留了记录。先别再转钱，也不要私自处置共同财产，所有账户和凭证今晚全部备份。家庭账户、公司分红和岳家的转账我会分开整理，不会漏掉一笔。保护财产不是转移财产，你只需要停止新增支出，保存现有证据。我不是要抢走什么，我只是不能再拿女儿的安全感换所有人的满意。念安的抚养权我不会让步。你需要证明你能提供更稳定、安全的成长环境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会的，妈妈去问清楚。离婚也会伤害孩子，你确定分开比继续维持这个家更好吗？完整的家不该靠孩子接受摸乳来维持，我不能让他生活在一个不断否定他价值的家庭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已经不配做念安的妈妈了。我没有否定你是他妈妈，我只是不能再假装这个家没有问题。我们吵了一晚，你就找律师查账户，还要抢走女儿。我不是抢走念安，我是在保护她，也是在保护属于这个家的财产。10年夫妻，你现在连钱都要防着我，在你心里，我跟我爸妈一样贪心吗？我防的不是你，是那个永远可以牺牲我们成全娘家的选择。顾承泽，你把他停下来！我不同意离婚。协议可以谈，但我们的问题不能再靠一句不同意就当作不存在。我只是想照顾爸妈，为什么最后连自己的家都没了？妈妈，只要你把30万养老金补上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说的重新开始，是让我把那30万重新交回去？钱补回去，我爸妈消了气，我们也不离婚，大家都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原来我们的婚姻，只要再付30万就能继续维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先把爸妈安抚下来，再慢慢解决我们的事。每次都是先安抚他们，那我和念安还要排到什么时候？爸妈年纪大了，他们受不了这种刺激。念安还小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补偿他。他的尊严不是红包，也不是玩具。你准备拿什么补他今晚听到的那些话？妈妈，外婆不生气了以后就会喜欢我了吗？外婆当然喜欢你，她只是还在生气，等事情过去就好了。可外婆生爸爸的气，为什么说我是别人家的孩子？你听见了吗？重新交钱，能让他们收回这句话吗？只要我们先低头，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这样了。所以重新开始的条件还是我出钱，念安忍下委屈，我们继续牺牲。若晴，你想要的不是重新开始，
是让一切回到我继续忍的时候。念安先回房间，爸爸和妈妈把话说清楚，你不用害怕。我不会阻止你孝顺父母，但你不能再拿我们的家庭为你的选择买单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若晴，你只能选一次。若晴，你赶紧让顾城把30万补回来，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爸妈一直在催，他们担心错过这次，以后养老真的没着落。电话可以接，但这次你要自己选，不要再让我替你承担答案。若晴，工作人员催得紧，今天不处理，之前准备的材料可能全废了。爸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还在和程泽谈，我一定想办法解决。你准备怎么解决？让我继续出钱，还是让他们第一次承担自己的选择？他们真的只有我了，要是连我也不管，他们以后怎么办？念安也只有我们，可他最需要妈妈的时候，你选择让他再忍一忍。我不是不要念安，我只是不能眼看着这爸妈老了以后没有保障。若晴，你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，就管生你养你的爸妈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他们没有问你过得好不好，只问那30万什么时候回来。如果你一定不肯补，那我也只能先保住爸妈的养老。签了以后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照顾爸妈，不会再让你出钱。到最后，你还是选择了他们。没有选，他们是我爸妈，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你有，只是没选我们。程泽，我签字不是因为不爱你和念安，我只是没有办法丢下爸妈吗？一个人真正的选择，不是看他嘴上爱谁，是看他每次把谁留到最后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回你的家。好，我走，我回我自己的家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念安已经睡了，不要再吵醒他。爸妈永远不会像你这样把我推出家门。这里不要我，还有爸妈，娘家才是我永远的退路。若晴，回去以后好好想清楚，你想要的家到底是什么？爸妈和哥哥不会不管我，他们才不会让我无家可归。我只是回娘家住一阵，等程泽冷静下来，他一定会后悔。妈从小最疼我，大哥二哥也说过，林家永远有我的位置。他们知道我离婚只会心疼我，不会像顾承泽那样逼我选择。楼层到了，只要回到这里，我就不用再面对份离婚协议，也不用再听他指责我。爸妈会接纳我，哥哥们也一定会替我撑腰。这里是我住了20多年的地方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永远是他们的女儿。大哥哥二哥都在，知道顾承泽这样对我，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妈，是我回来了。妈，开门，是我。爸，大哥，你们都睡了吗？谁啊？谁啊？妈，是我，若晴，你先开门。大半夜拖着箱子回来，你和程泽又闹什么了？不是闹了，我和顾程程已经离婚了，我想回家住。钱呢？什么钱？妈，我刚刚离婚，你不问问我发生了什么吗？还能是什么钱？30万养老金，顾承泽到底补回来没有？没有，我签了协议，30万也没有补，我不能再去找他要了。钱没拿回来，你怎么就把婚离了？你到底有没有替我们考虑过？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你现在拖着行李回来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想回来住几天。妈，你先让我进去好吗？家里哪还有地方？你大哥一家过年都住着，客厅也睡满了人。那我以前的房间呢？早收拾给你侄子住了。所以我离婚了，没有地方去。你们最关心的还是那30万。30万关系到我们以后的养老，不问钱，难道先陪着你哭吗？你先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，等这件事办妥了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原来你们问的不是我过得好不好，只是钱有没有回来。我以为娘家永远会接住我，原来没有钱，我连门都进不去。现在，你相信了吗？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？妈，
我离婚了，我没有地方去，想回家住。谭初一，你跑回来离婚，这不是故意让家里不安生吗？妈，我连婚都没了，你能不能先让我进去，再慢慢跟你们说？离婚就离婚，男人没了还能再找，哭成这样有什么用？爸，我和他结婚10年，还有念安，这不是换个人就能过去的。这些以后再说。30万养老的钱，顾承泽到底交了没有？我刚刚说离婚了，你们最先问的还是那30万。你们离婚已经离了，可养老缴费有截止时间，错过了谁负责？为了你们，我签了离婚协议，我连自己的家都没了，你们还要我怎么样？谁让你没拿到钱就签字？事情没办成，你倒先把自己退路断了。所以我过得好不好不足重要，只要能替你们拿回钱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你现在回去跟顾承泽好好谈，养老金补上再说。妈，我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把我赶回去找他要钱？你先把钱的事解决，家里现在住不开，你别在门口哭哭啼啼。我到底是你们的女儿，还是替你们拿钱的工具？原来我的人生塌了，在他们眼里也没有那30万重要。妈，你们真的不让我进去吗？我为了这个家失去婚姻，他们却连一扇门都不肯为我打开。先离开这里，天亮以后，大哥二哥总会帮我想办法。爸妈也许只是在气头上，等冷静下来，他们会知道我付出了什么。我只是需要一个能落脚的地方，为什么连这点都这么难？大哥借过60万，二哥也拿过20万，现在我只需要他们帮我一次。糟了！这是刚买没多久的车，你拖箱子怎么不看路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该怎么赔？您说，我一定负责。补漆加处理费3000。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现金，您等我打个电话，我马上办法。爸，接一下电话，我现在真的遇到麻烦了。我也不想为难你，但车是你刮的，总不能一句没钱就算了。您再等我一下。大哥，我刮了别人的车，你能不能先借我3000块？我以后一定还你。我最近手头紧，房贷和孩子都要钱，你再问问别人吧。对方已挂断。二哥，是我，你先别挂，我只借3000。以前他们买房装修，我几10万的给，现在我只借3000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。算了算了，不用了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家里人呢？我没有家人，我没有家人。姑娘，人这一辈子不是所有亲人都值得依靠。3000块不用赔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再为不值得的人委屈自己。不是所有亲人都值得依靠。若晴，不是所有亲人都值得你一次委屈自己。这句话，顾承泽早就说过，可我从来没有相信他。我不是拦你孝顺，是不想你拿我们去填娘家的空冷。每次他们开口，你都让我们退，可真正出事时，谁会替你兜底？原来他不是近人情，他早就知道，他们根本不会保护我。我一直以为他在逼我，其实他是在替我和女儿挡住所有伤害。可我却把他的保护当成了冷泄，还亲手把他和女儿推开。我以为离开丈夫还有娘家，现在才知道，我亲手毁掉了唯一退路。连一个陌生人都比我拼命维护的家人更愿意体谅我。承泽，妈妈，你是不是不想和我们做一家人了？念安不是拖累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他，也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家。承泽，原来你从来不是在伤，你一直都在保护我。承泽，我错了，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。他不回我也没关系，有些话我必须当面告诉他。哪怕他不原谅，我也不能再逃避。以前每次争吵都是他先来哄我，这一次应该换我走向他。他不愿意回消息，是因为我已经让他失望太多次了。楼层到了。承泽，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
我来道歉。承泽，我终于知道这些年一直错的人是我。爸妈没让我进门，爸爸不接电话，哥哥们连3000块都不愿意借我，连一个陌生人都比他们关心我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一直是在保护我和念安。你现在回来是因为想我，还是因为他们不要你？你回答不了，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是想回来还是无处可去？是，我回来也因为无处可去，但我错了。我不该一次次牺牲你和念安去换他们满意。我不求你马上原谅，只求你再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若晴，你不是今天时失去家，你只是今天才发现你从来没有拥有过。承泽，别关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是因为没地方去才回来，我是真的想把我们的家找回来。家不是说一句后悔就能回到过去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和你复婚，以后不管爸妈和哥哥怎么开口，我都不会再帮他们。如果他们明天哭着来求你，说没有你就活不下去呢？不会，我不会再心软，这次我保证。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。大哥买房时你说最后一次，二哥装修时你也说最后一次，30万养老金之前你还是我说这是后一次。可我现在真的看清了，他们连都没让我进，3000块也没有人肯借我。你看清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要你，不是因为你终于看见我和念安受过多少委屈。是，我醒得太晚，可我真的知道错。知道错不等于不会再犯。你不肯相信我，是不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？不是，我没有办法把10年的感情说没就没，可正因为我还在乎，我才不敢再拿念安和这个家赌你下一次会不会心软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再相信我一次？若晴，婚姻最大的伤害不是贫穷，是自己的另一半永远站错位置。爸爸，刚才是不是妈妈在外面？是妈妈，她想和你说几句话，你愿意她吗？我想。念安，是妈妈，你过来抱抱妈妈吗？妈妈不碰你，你愿意过来的时候再过来好不好？妈妈，你还会离开爸爸吗？妈妈不想离开你，也不想离开爸爸。可你天还是走了，爸爸说你选择了外婆他们。是妈妈做错了，妈妈以为一直帮助外婆才算是好女儿，却忘了先做好你的妈妈。我怕你今天回来，明天外婆一哭，你又不要和爸爸了。对不起，是妈妈让你害怕了，你不用现在相信我。你还不用勉强自己，想说什么就说，不想靠近没有也有关系。离婚伤的是我，可我一次次站在别人那边，伤的是念安一辈子的爱。他不是不爱你，他只是不知道这一次靠近你以后还会不会再次被放下。妈妈会站在这里等你，你什么时候愿意相信，妈妈就等到什么时候。那外婆在找你的时候，你会先问我和爸爸难不难过吗？会，以后妈妈先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说你不重要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更爱外婆家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更爱外婆家？以前，妈妈总觉得外婆们离不开我，所以一次次站到了错误的位置。妈妈现在是说什么你都可以不信，我会把过去全部看清，再用行动回答你。念安，妈妈不会再逼你原谅，等妈妈真正改好了再看你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更外婆家？我要知道，这些年我到底给了娘家多少，又让念安失去了多少。从第一笔开始，一笔都不能漏。妹妹，先帮大哥把房子买下来，等我缓过来一定还。姐，就差最后20万，我周转开了，马上还你们。60万、20万，每个月6000，这还没有算看病和过节的钱，超过100万，怎么可能比我记得的多这么多？他们所谓的困难根本不是偶尔发生，而是早就习惯了依赖我们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们日子又不差，别总把还钱挂在嘴边。顾承泽不再计较，
他迟早就看出这些钱根本回不来。借条、转账凭证、保险资料、原件应该都在这里。购房转账、装修收据、父母的养老资料，人民币70万元整，70万。这张欠条到底是谁写的？林浩然，这是大哥签的，为什么是70万？我记得大哥买房只拿了60万。带着原件过来，书房里还有其他材料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每一笔钱都弄清楚。顾承泽保存这些东西时，我还以为他是在防着我的家人。承泽，是我，欠条原件我带来了。念安在房间画画，我们去书房说，不要让他再听这些事。好，我只问欠条，不会打扰念安。这70万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欠条会在我的文件里？欠条是你大哥后来补签的，70万，转账回单和聊天记录都在这里。这些证据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保存的？从他们第一次说会还钱开始，这些东西一直都在。每一次转账，每一句承诺，我都留了下来。你为什么从来没把这些全部拿给我看？因为以前我不想让你难堪，我留证据不是为了报复谁，是怕有一天我们和念安连属于自己的生活都保不住。他们不是没有能力面对生活，是早就把我们当成了不用归还的钱袋。要不要追讨，由你决定。但从现在开始，别再把亲和债务混在一起。以前我怕他们难堪，所以一直不敢算账。现在我要让他们还钱，我要让他们还钱。刚决定算账，他就打来了。接不接是你的事，怎么回答，也由你自己决定。若晴，这个月的家用还没转，你先把6000块打过来。爸，大哥欠的70万，你知道吗？一家人的账以后再说，你大哥现在也困难，先把我们的生活费转来，还有养老金的缺口，你也得继续想办法。你不管，难道指望2个哥哥吗？现在就转，别再拖了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结了婚就不管父母。不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不，我不会再给家里转生活费，也不会继续补养老金。你离了婚就6000不认了，没有我们哪有今天的你？你们养育我的恩情我记得，但这些年我给出去的钱也不是永远没有底线。你来跟他说，他现在根本听不进人话。若晴，你怎么能这样对爸妈？我们老了，就指望你一个女儿。你们不止一个女儿，还有2个儿子。以前他们的责任全都压在了我和承泽身上，该尽的责任我已经尽了。以后生活费由你们和哥哥们商量，欠我们的钱也应该归还。林若晴，你现在连爸妈都敢算账了，你翅膀硬了，你翅膀硬了，现在连爸妈的话都不听了。若晴，你现在是不是连妈妈都不认了？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？我当然是你们的女儿，但我是女儿，不是这个家永远填不满的钱袋。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，你现在跟爸妈算钱？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养你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若晴，不用证明你是不是好女儿，只需要把事实说清楚。大哥买房60万，二哥装修20万，你们每个月6000，这些都是我和承泽给的。大哥还有一张70万欠条，你们一直说他困难，可这些年他什么时候真正还过一笔？你哥哥有难处，你是妹妹，帮一把不是应该的吗？非要逼死家人才满意？那我呢？我就没有难处吗？我的丈夫和女儿就该永远替你们承担吗？你说养我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那我这些年给这个家的又算什么？我给钱替哥哥收拾残局，替你们养老，最后连自己的婚姻和女儿都失去了，还不够吗？你现在为了一个外人回来指责自己的亲爸亲妈？顾承泽不是外人，念安更不是，是我以前一次次把真正的家人推开，才让你觉得他们可以随便牺牲。林若晴，你现在为了欠条和我们翻脸，是不是连这个家都不要了？我没有不要你们，我只是不要再用牺牲丈夫和女儿的方式证明自己是个好女儿。该尽的赡养责任我会承担，但哥哥们借的钱必须还，以后谁的责任就由谁自己负责。既然这样，那以后别回来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以后别回来了。
守了30多年的家，原来一句不再给钱就能把我赶出去。把陈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要正式起诉林浩然。我可以把证据交给你，但起不起诉必须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以前我总让你替我承担后果，这一次我自己面对他们。关系破裂之前，公平早就已经没有了。林女士，顾先生已经提前说明了情况，材料先放桌上。欠条是他亲笔签的，转账记录也在，我只能追回来。现有材料能够形成完证据链，可以起诉，但在提交之前，有件事你必须想清楚：起诉自己的亲哥哥不只是法律问题，传票送到以后，两家的矛盾会彻底公开。那以后别回了。如果起诉，你和父母哥哥们的关系可能会彻底破裂。我失去婚姻的时候，他们问的是30万养老金，我需要3000块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管我。陈律师，你说起诉会让关系判裂，可我们之间还有关系吗？按程序办，该是谁欠的就让谁承担。欠条原件、转账流水、聊天记录和身份信息齐全，我现在提交网上立案，立案通过。接下来，法院会向林好安依法送达材料。哥，这一次不是我去求你，是法院通知你该还钱了。谁会在这个时候给我寄法院文件？林若晴，她真把我告了！他怎么真敢起诉亲哥哥？我现在就问他。喂，林若晴，你是不是为了70万，你竟然起诉自己的亲哥哥？欠条是你签的，钱是你借的，几年没有归还，法院只是在处理事实。什么借不借的？当初说好是一家人互相帮忙，你现在翻脸算账。如果只是帮忙，为什么要签借条？如果准备归还，为什么这些年1分钱都没有还？你为了顾承泽那个外人，非要把自己的亲哥哥毁掉，是不是？顾承泽是念安的爸爸，念安是我的女儿，他们从来都不是外人。你说我为了外人毁掉亲哥哥，那你们为了钱毁掉我的人，想过我是妹妹吗？我失去丈夫，失去女儿的信任，你们有谁问过我一句疼不疼？把你的梨换到怪我们头上，是你自己没本事守住婚姻。我给你几10万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是一家人；我只需要3000块的时候，你连电话都不愿意接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那就让法院只谈债务。若晴，现在撤诉，事情还有商量。真闹上法庭，你就彻底不是林家人了。我起诉的是欠款，不是亲情。是你们一次次拿亲情挡在欠款前面，才把关系逼到今天。林若晴，你是要逼死我们吗呀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妈，我没有逼你们，我只是不再允许你们继续逼我。过去我怕失去你们，现在我更怕再次失去自己。林女士，传票已经送达，有什么新情况？我不只想追这70万，我把这些年的记录都整理出来了，请你帮我确认哪些能够依法追回。带完整材料过来，赠与、赡养和借款必须分清，能主张的我们逐笔核实。以前每次走出这扇门，我都在替别人解决麻烦，今天我是为自己出发。楼层到了，材料放桌上，我们先重新划分每一笔款项的性质。这些是我能找到的全部记录，每一笔用途、日期和对方承诺我都重新标出来了。明确欠条和还款承诺可以主张，正常赡养支出已经完成的赠与不一定能够要求返还。我不要属于我和念安的，也不能再被他们理所当然的拿走。继续追查下去，你面对的会是父母的指责、哥哥的敌意，甚至更彻底的决裂。以前的我害怕失去家人，所以一直放弃自己。现在我不会再用自己的人生换他们满意，我要追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，能依法主张的一笔都不能少。材料齐全，我会把补充证据提交法院，并申请在庭审中一并核实。法院刚刚发来正式通知，案件正式受理，被告方需要出庭。那就在法庭上把所有账一次算清。案件正式受理，被告方需要出庭。又是案件通知，他还真打算把事情做绝。真要上法庭了？他这是故意毁我！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让他马上去撤诉。喂，传票都送到家了，林若晴，你真要把亲哥哥送上法庭？不是我把你送上法庭，
是你借钱不还，法院要求你出庭。你为了顾承泽那个男人，真的要毁掉亲哥哥？哥，你欠的是我的钱，不是顾承泽的钱。若星，有什么不能回家说，非要让外人看林家的笑话？你们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变了吗？那就过来，我当着你们的面说清楚。好，好，我倒要听听他现在还能说出什么。林若晴，开门！今天把这件事说清楚。传票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你还有什么要问？以前你从不跟家里算账，现在为了一个男人，连亲哥哥都不认了。以前我把你当家人，所以不要。可你们把我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现在我要回来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，我也需要为自己活一次。既然你不认我们，那我们也不会认你。既然你不认我们，那我们也不会认你。认不认由你们决定，但欠款不会因为一句断绝关系就消失。先别在这里吵了，把智英也叫回来。70万不能只让一家承担。回家说，让志远也来，谁都别想躲。志远，马上到家里来。你大哥的70万欠款出事了，法院要开庭。那是大哥的债，叫我去干什么？既然来了，就把这笔账说清楚。这70万虽然是我欠的，可钱最后全花在爸妈身上了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还？欠条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钱进的是你的账户，当初钱是大哥借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爸住院，妈补保险，家里还旧账，哪一样没花钱？我只是替你们出面。你们都是亲兄弟，就算浩然签的，你也帮着分一点儿，总不能真让法院判下来。我自己的房贷和孩子开销都顾不过来，大哥借的钱，大哥自己想办法。这钱不管怎么用的，你们兄弟一人承担一份，先把官司解决。我没钱，我也不管。若晴以后不管我们了，你们2个总得有一个负责爸妈的生活吧？我现在连70万官司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哪还有钱每个月养你们？爸妈一直跟大哥走得近，养老当然主要找大哥，我最多逢年过节回来看看。这些年好吃的好用的，我们都先紧着你们，怎么真到有事的时候，一个都靠不住？你装修那20万也是若英给的，凭什么你一点不带20万，又没70万，70万欠交？别让你债推给我！难道我们真的错了吗？难道我们真的错了吗？我们供他吃，供他穿，哪里错了？是他被顾承泽教坏了，我要让亲戚们都评评理。若晴为了几10万把亲哥哥告了，开庭那天你们都来，帮我们劝他撤诉。今日案件同庭提醒：若晴，你先别进去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私下解决？为了几10万，把自己的亲哥哥告上法院，你就不怕亲戚朋友笑话？大姑，你们只看到我起诉他，为什么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欠了70万一直不还？钱什么时候不能还？哥哥就一个，你把事情闹到法庭，以后还怎么做兄妹？他现在有顾承泽撑腰，根本不把我们当家人，非要看我倾家荡产才满意。这张欠条不是顾承泽逼他签的，是他拿钱时亲手签下的。如果欠钱的人不是哥哥，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外人，你们会不会说欠债还钱？既然对别人是天经地义，为什么换成哥哥就成了我绝情？道理是这么说，可他毕竟是你亲哥，你真的忍心看到他被法院追债？我一次次忍心伤害丈夫和女儿，却从来不敢让哥哥承担一次后果，那不叫亲情，叫纵容。欠债还钱不是短情，我只是不再害怕你们怎么评价我。他以前不是最怕别人说他不孝吗？他现在不怕了。以前他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却唯独忘了认可自己。他终于长大了，他终于长大了。法院安排开庭调调解，对方拒绝还款的话，我会把后续法律风险清楚。请双方当事人进入调解室，手机静音，按顺序就座。欠条、转账记录和催款信息能够相互印证。现在需要确认被告方是否愿意制定还款方案。我没有70万，他想怎么告，反正我现在拿不出钱。听见没有？他没钱，你们总不能逼一个没钱的人立刻拿出70万吧？暂时没有现金，可以协商分期。但如果判决生效后仍拒绝履行，案件会进入强制执行程序。届时可以依法查询并冻结账户，对符合执行条件的车辆、房产采取查封或处置措施。房子也能动？那套房是我们一家住的，不能查封。是否最终处置要由法院依法审查，但房屋登记在你名下，
就存在被采取执行措施的风险。浩然，那可是你们住的房子，房子要是没了，一家人住到哪里去？那就赶紧筹钱，先把房子保住。钱有一部分给你们用了，你们也得想办法。可钱不是我一个人花的，欠条是你签的。我给过很多次机会，只要大哥愿意承认债务，提出合理方案，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。若晴，那是你亲哥哥的房子，你真的要他们一家无家可归吗？我没有要求他失去房子，我要求的是承认欠款，并拿出真正的还款方案。他连房子都不过，他真的要逼死我吗？不是他逼你们，是你们欠他；不是他逼你们，是你们欠他。愿意制定还款方案，就让律师联系我。继续哭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他以前最听顾承泽的话，只要顾承开口，他一定撤诉。你们之前一口一个外人，现在出了事再去找他，凭什么帮？他有钱，70万对他根本不算什么，只要他劝若心，这笔债就能取消。等会儿见到承泽，都把脾气收下来，先保住房子再说。以前承泽求我们尊重念安，我们连一句好话都没有，今天却要求他帮忙。过去的事先别提，只要他说句话。已到达目的地。进去以后让我先说，你们别一开口又关系闹僵。承泽以前对我们那么好，只要我们认真求一次，他不会真的不管吧？今天是来求人的，谁都不许说再说他是外人。麻烦通知顾承泽，我们是林若欣的家人，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当面谈。顾总正在开会，请3位在接待区稍等。以前他去林家等的是我们给态度，现在轮到我们等他了。承泽，我们等你很久了，想请你帮个忙。过去是我们房子可能保不住了，想请你劝劝若晴。以前若晴替你们找我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我做什么都应该。现在传票到了，知道找我了。以前若晴替你们找我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我做什么都应该。现在传票到了，知道找我了。承泽，过去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先保住浩然的房子，这个人情，我们以后一定记着。一家人。你们以前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？她为这个家付出的时候，你们说她已经嫁出去了，现在需要她还债救房子，又想起她是女儿，那都是气话。若晴永远是我们的女儿，做父母的哪会真的不认她？她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们没想起她是女儿；她连3000块都借不到的时候，也没人想起。以前的事情以后再说，你有能力解决，为什么一定要看着若晴把我们逼到绝路？把你逼到这里的不是若晴，是这张你亲手签下几年没还的欠条。你以前给林家的钱不止70万，再帮着又没有多大损失。你到现在还觉得，只要别人有钱，就应该替你承担后果。以前你们缺钱找若晴，若晴再来找我，她在中间一次次低头，最后连自己的人生都搭了进去。我们是他父母，需要他帮一点，难道也错了吗？正常赡养是责任，无底线填补你们和2个儿子的欲望不是。你们的女儿已经不是提款机了，这笔债属于若星，你们该和她的律师谈。不论让我出钱，还是让我逼她撤诉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以前每一次出事，都有人替你们付钱、道歉、收拾后果。这一次，没有人替你们收拾残局。这一次，没有人替你们收拾家具。走，既然他不管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谈判公司招呼过，我拒绝了。你不需要再替任何人承担，有些真相他迟早要自己面对。谢谢，这一次我会自己走下去。家庭收支记录，这本账怎么会回我的旧东西里？这是我高1那年的成绩间。我一直记得自己成绩不错，可我忘了老师曾经这样劝我留下来。家里没钱，你哥还要读书，你先别念了，早点出去挣钱。家里供不起2个人，你是妹妹，就该让着哥哥。我真的信了20年。这是我退学的那个月，大哥的学费、住宿费全都交了。你们不是没有钱，你们连电脑都能给他买，却连我的学费都不肯交。原来不是家里没钱，只是那些钱从来没有准备花在我身上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够聪明，不够争气，所以才没有资格继续读书。后来我拼命挣钱，拼命给家里钱，只是想证明当年放弃我是他们看错了。这一次我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真相。
你又打电话干什么？官司的事还没闹够吗？你们当年说家里没钱，逼我退学，可同一个月，你们给大哥交了大学学费、住宿，还给买了电脑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女儿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女儿？你当然是我们亲生的，可当时家里就那个条件，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为了这个家，所以牺牲我。为了哥哥，所以我的人生就可以不要了吗？你哥哥是儿子，将来要撑起这个家，你是妹妹，当时让一让有什么不对？你让着哥哥，你是姐姐，多承担一点。我退学，打工给家里钱，后来连丈夫和女儿都差点失去。你们每一次都叫我让，可谁让过我一次？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还翻这些旧账干什么？我们把你养大，难道还养出错来了？养大我不等于可以决定我不配读书，也不等于我必须用一辈子偿还。一家人哪有绝对公平？你哥哥承担的是传宗接代，你多付出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原来直到今天，你们仍然觉得牺牲我是应该的。我小时候拼命考第一，是想让你们多爱我一点；长大后拼命给钱，也想在这个家里换一只。可是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我的位置，只有需要我付钱、退让和收拾残局的时候才会想起我。我们做这些还不是为了家？你现在有了自己的日子，就要把父母全都推开吗？我会承担法律规定的赡养责任，但不会再替哥哥还债，也不会再用自己的人生证明我是好女儿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等你们爱我了。称呼没有给过我爱，却困住了我30多年。我不恨你们，但我不会再把期待交给你们。以后，我先做林若晴，再做任何人的女儿。以后，我先做林若晴，再做任何人的女儿。他们过去的选择我改变不了，但往后的生活，我不会再替任何人承担。这个月怎么又要交这么多钱？以前每个月6000块准时到账，我们从没觉得钱不够花。若清的钱停了，浩涵的债又要开庭，先把2个儿子叫回来，养老和生费必须说清楚。不用催了，我也正有事找你们。这个月房贷扣款失败，银行已经发逾期提醒了，官司还没解决，房贷有逾期，再拖下去，就算法院不动房子，银行也会找我。先给我们转点生活费，家里药都快买不起了。我连房贷都还不上，哪还有钱给你们？以前这些钱都是若晴给的，我们从没想过她一停下来，家里连正常日子都过不下去。这么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我最近手头也很紧，别又跟我提生费。谁打电话？你又欠了什么钱？没什么，普通推销。林志远，你的赌博钱款已经连续逾期，再不处理，我们将按照程序追偿。赌博？你不是说那20万拿去装修了吗？你到底还欠了多少？你拿着若欢给的装修钱去赌博，你欠70万还不起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一个房子保不住，一个欠下赌债，你们这些年到底把若欢给的钱花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一直以为是2个儿子在撑着这个家，可这些年真正按时送钱、交药费、填窟窿的，一直都是若晴。我们总觉得他的钱来的容易，总觉得他下一次还会给。晴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就去找他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你现在去找若欣，只会继续逼他撤诉。你想的还是房子和钱，他不会见你。我要去见念安，这次不是他替你还债，是我欠那个孩子一句对不起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正好把还款的事谈了。你留下，今天谁都不许拿孩子逼若欣。你真准备给一个孩子低头？做错的人本来就该低头。念安愿不愿意见我，都应该由他自己决定。别求情，别解释，先认错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想见念安，跟他说句不起。我不会替念安答应，他愿意见你，你才能说；他不愿意，你现在就走。爸爸是外婆吗？是，你可以见他，也可以回房间。念安，对不起，外婆那天错了，不该不给你红包，更不该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家里人。那以后外婆还会因为我是女孩就不喜欢我吗？不会了，不是你不好，是外婆错把男孩看得更重要，伤害了你，也伤害了妈妈。老师说知道错了以后真的改就可以原谅。外婆，我原谅你这一次。谢谢你，念安。外婆以后用行动改，不逼你马上忘记。外婆，我原谅你了，但妈妈以前受的伤也要慢慢好。念安都肯原谅我了，若清和你是不是也能让过去翻篇？孩子可以原谅，但伤害不能假装不存在。孩子可以原谅，但伤害不能假装存在。我明白，今天念安肯听我道歉，已经是他给我的善意，我不会再逼他。念安，妈妈想来陪你一天，
你愿意吗？他会不会陪到一半，外婆一打电话他又走了？爸爸不能替妈妈保证，我们看他怎么做。你随时都可以说不舒服。程泽，是我。念安，妈妈今天不是来让你马上原谅我的，你愿意让我陪你一会儿吗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总看手机，也不能突然走。好，今天这段时间属于你，除非你说结束，否则妈妈不会先离开。今天想让妈妈陪你做什么？把这幅画画完。是外婆吗？你要走了吗？不走。以前妈妈总怕他们失望，所以一次让你失望。现在妈妈要先学会守住你。画完啦。那我们先吃饭，下午再拼拼图。这个你喜欢吗？我不吃香菜。妈妈记住了，以后先问你。今天老师还表扬我的画了。那妈妈要认真听，念安慢慢说。妈妈，今天你真的一直都在。故事讲完了，妈妈帮盖好被子，再陪你待一会儿。妈妈，你以后不会走了吗？妈妈，你以后不会走了吗？妈妈不会再因为外婆家的人把你一个人留下。妈妈做错过，所以不能只让你听一句保证。以后我会提前告诉你，尊重你，用每天的行动让你相信。公司出事了。很严重吗？2个大客户同时暂停回款，银行授信也被卡住，我得马上回公司。你去处理公司，我留下陪念安，明早送他上学。需要我做什么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。最坏的情况出现了，竞争公司突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抢单，我们3个项目被截，回馈亏口已经扩大。只是市场降价不会让所有客户同时改变决定，有没有恶意投诉或者虚假信息？对方不仅压价，还向客户散布我们资金困难、项目可能停牌的消息。现在谣言正在反过来制造真正的资金压力。受近期风险信息系影响，新增授信审批暂缓，现有额度需要重新评估。供应商担心我们付不起，要求提前结算。如果全部满足，下个月工资就会出现缺口。听说大客户全撤了，公司是不是撑不过这个月？公司确实遇到资金压力，但工资和在执行项目优先保障，所有非必要支出从今天暂停。管理层勤留延后，外面都在等我们倒下，有人甚至开始联系核心员工挖人。人可以走，不能烂在扣手里，至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现在身后是所有吸引我的人。还有些资料要处理，你不担心，我能解决。你怎么来了？念安睡了，邻居阿姨暂时照看。以前你一个人替我挡住所有，我却站错位置。这一次，让我陪你。以前你一个人替我挡住所有风雨，我却站错了位置。这一次，让我陪你。这是公司的生死问题，不是陪我熬几个晚上就能解决。你也不需要为愧疚把自己再搭进来。我不是来替你填窟窿，也不是来证明我能牺牲。让我看看客户为什么走，再决定我能不能帮。这些客户没有取消采购计划，只是把订单转给了竞争公司，说明需求还在。他们怕的不是价格，是你们无法交付。对方这个价格根本无法长期履约，他们不是想靠订单赚钱，是想先把你们拖垮，再重新涨价。所以你认为问题不再继续降价？再降价，公司只会死得更快。要让客户赶回来。第一，不跟他们拼最低价；第二，把大订单拆成3批，客户只先付第1批预付款，交付后再继续；第三，向客户公开库存、生产进度和交付节点，先让他们看见公司还在正常运转。只要2个核心客户愿意接受试单，首批预付款就能撑过工资日，再给我们15天回款时间。我们不要求您恢复全部订单，先做3成试单，生产节每天公开，第1批验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。预封只用于本项目原料，账户和渗度回避风险，也不会拿您的订单填别人货。只要首批预款到账，我们可以延长15天账期。第一道口子打开了，首批预付款到账，工资缺口暂时补上了，供应商账期也正式延长。订单回来了，顾总没有倒，公司还能撑住。资金问题只是暂时缓解，恶意造谣的证据必须固定，否则他们还会来第2次。我会让律师正式处理。危机还没过去，但最危险的3天撑住了。这个方案确实救了公司一次。不是我救了公司，是你们原本就交付能力，我只是让客户重新看见事实，接下来还要靠你和团队。若晴，如果重新选择一次，你还会选他们吗？若晴，如果重新选择一次，你还会选他们吗？他们是你的父母，你就应该帮。程泽，再帮最后一次。外婆不要我吗？那我和孩子算什么？过去的我一定会说他们是我的父母，无论他们怎么对我都不能不管，因为我以前以为血缘就是家，只要我付出的足够多，总有一天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。后来的家，真是愿意加你，也愿意被你保护的人。他们需要依法赡养的时候，我不会逃避，但如果再让我牺牲你、牺牲念安去满足他们无底线的要求，我不会。如果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会先站在念安身边，也会站在真正把我当家人的人身边。我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，
对不起，我明白的太晚了。公司只是暂时喘过气，明天还要继续和客户谈。我知道，重新站起来本来就不是一晚上的事。张阿姨说念安已经睡着了，备用钥匙也放回原处。回去看看他。以前每次出事我都转身离开你们，今晚我跟你们一起回家。他今天一直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，以后不会再让他等不到人。我进去给他盖下被子。原来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家，一直就在我转身能够看见的地方。妈妈在。你刚才的答案我听见了，念安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也看见了。那如果我给你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我当然想，可我没有资格，只凭一句重新开始就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程泽，我欠你的不是一句对不起，是这些年本该站在你身边的妻子，一次次站在了别人那里。你被我爸妈轻视，我让你忍；他们不断要钱，我让你给；他们伤害念安，我还要求你顾全大局。你不是输给了贫穷，也不是输给了我的父母，你输给的是自己的妻子，从来没有坚定选择过你。我总说再帮喝一次，可每一个最后一次都在告诉你，你和女儿可以继续往后排。你终于知道我这些年为什么累了，不是因为我拿不出钱，是因为无论我做多少，都后来站在我身边。我可以原谅你伤害我，成年人的选择我可以自己承担。外婆不要我吗？但我不能忘记，你差一点让我们的女儿相信，只要外婆家需要，她就可以永远排在最后。我知道，最让我害怕的不是失去你，而是念安有一天会变成另一个我，拼命讨好别人，忘了保护自己。我不能要求她因为我是妈就马相信，也不能要求因为曾经爱我过出去。所以原来开始，原来的婚姻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只能从零建立新的信任。好，不是回到过去，不是让你马上相信我，我们从念安的每一天每一刻诺开始。不要用念安逼近我们的关系，也不要靠牺牲证明诚意。你可以陪她，但她拒绝的时候也必须尊重。我会尊重她，也尊重你。你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突然变好的我，而是一个以后都不会再站错位置的我。信任不是今天说清楚，明天就能回来，也许要很久，也许过程中我还怀会你有权停下，我不会催你给一次，应该承担不安的是我。一句对不起不够，一次改变也不够，那我用剩下的人生证明。一句对不起不够，一次改变也不够，那我用剩下的人生证明。别把余生当成赎罪，先从明天匆匆没次开始。真正的改变不需要靠一句重话证明。明天9点，念安等你一起整理书包。妈妈，今天你真的9点就到了。答应你的事，妈妈会记住。若晴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。今天必须把官司说清楚。程泽，你陪念安留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原生家庭，这一次让我处理。有什么事就在门口说，不要大声，也不要吓到念安。法院马上要开庭了，一家人何必做得这么绝？若晴，房贷已经逾期，法院再执行，房子真保不住了。只要你撤诉，所有事都能回到以前。你哥都低头了，血浓于水，你真要为了几十万把这个家彻底拆散吗？都是一家人，别算那么清楚。你是女儿，就该多让着哥哥。以前我把你们当家人，我忍；你们要钱我给，要我牺牲我也认，甚至连丈夫和女儿受委屈我都逼他们忍。说到底，你现在就是为了顾承泽和孩子，要跟亲生父母作对。妈，别怕，妈妈在。以前我只想着得到你们认可，所以一直让我的家替我付出。现在我要保护我的家，撤诉不可能，债务依法处理。你真的不要父母了吗？为了一个已经离婚的男人，你连生娘你的都不要了？我没有否认你们生过我，也不会逃避尽的赡养责任，但父母不是可以无限伤害女儿的理由。不是我先不要父母，是你们先不要我的。不是我先不要父母，是你们先不要我的。门已经关上了，他们进不来。念安，别怕，以后妈妈不会再让任何人来家里逼你和爸爸退让。妈妈刚才没有跟外公走，因为妈妈答应过要先保护你。顾总，银行需要创业初期的往来材料，今天最好全部整理出来。你找银行文件，我帮你整理旧档案。只按年份分类，重要材料先别丢。我去客厅接银行电话，你先找最早的融资记录，应该都在这个箱子里。战略投资，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竟然有人愿意投钱，这笔投资足够让公司度过最艰难的时候，为什么他没有接受？感谢贵方认可，但长期驻外意味着离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。事业可以重新寻找机会，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，我不希望妻子一个人承担整个家庭。他不是没有机会，他只是从来没告诉我他为了我们留下来。那是很多年前的事，银行不用这份材料，收起来吧。那时候公司随时可能撑不下去，你为什么宁愿从头再来也不去外地？我不是没有野心，只是那时候你让人照顾过小，
我以为把家放在第一位，家里的人也会把我放在心里。我一直怪你越来越冷，却从没想过是我让你一次次等不到回头的人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外公又欺负你了？不是别人欺负妈妈，是妈妈以前错了。不是别人欺负妈妈，是妈妈以前错了。妈妈错在哪里？是以前总让爸爸一个人照顾我吗？有些事不是念安的错，也不该让他猜。这照片也许能告诉他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。这是爸爸妈妈结婚吗？怎么没有大房子，也没有漂亮汽车？那时候爸爸什么都没有，婚礼也是借钱简单办的。可妈妈一点都不怕，没房子没关系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一起慢慢挣，总会有自己的家。公司第1年只有3个人，那笔订单金额不大，却让我们第一次发出了工资。你负把公司做好，我负责让你按时吃饭。别人不相信你，我相信。我以前真的相信过你，也真的想和你过一辈子。所以后来的改变才会让人更难接受。为什么后来我们3个人的照片越来越少了？你哥买房一扎着你，马上回来。他们每次说家里需要我，我就觉得不答应是不孝。后来我忙着当好女儿，却忘了自己已经是妻子，也是妈妈。我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冷的，是每次回头都看不见你，后来就不敢再期待你会留下。我喜欢一起笑的爸爸妈妈，也喜欢现在会陪我的妈妈。妈妈先陪你睡觉，照片明天再继续去看。去吧，我把这些收好。念安睡了，他刚才说他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把他一个人留下。那时候你一无所有，我却敢把未来交给你。后来你有能力保护我们了，我反而被别人信自己的账放了相信。你现在还愿意相信我？经历过这些以后，你现在还愿意相信我吗？我愿意相信你，但不再是让你一个人证明，而是我们都用行动让对方重新敢相信。那就从诚实面对每一件事开始。房贷已经连续逾期，70万元的官司也没撤，我现在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。先不说你妹妹的债，爸妈这个月的药费和生活费，你总得管啊。我真拿不出来。林志远，欠款已严重逾期，请立处理。别看我现在比大哥还难，20万装修钱都被你赌没了。你拿60万买房，还有脸说我？我们养了2个儿子，现在连每个月的药费都没人管。你们以前不是都说会给父母养老吗？等我先保住房子再说，我把赌债解决了，有余钱才管得了家里。这些年从来没有断过的，不是2个儿子的钱，是若晴每月按时转来的生活费，浩然的房子，志远的装修，我们的药费和养老。真正出钱的人一直是若晴和何儿。当成外人吧，却把2个只会伸手的儿子当成了这个家的根。她小时候让学业，结婚后让丈夫，做了妈妈还让女儿。我们从没问过她还能失去什么。我跟你去，顺便再劝若撤诉。谁都不许跟。今天我不是去求她救你们，她未必会原谅。她可以不原谅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是我们错了。不提钱，不提撤诉，不提撤诉，只是说我真正欠他的话。见不见由你决定。先听他说什么。若晴，妈妈错了。若晴，妈妈错了。你不需要因为他道歉就必须开门，听不听，见不见，都由你决定。我可以听你把话说完，但今天只能在门口。你肯开门就好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。妈妈不想真的失去你。以前你们每次说一家人，我都会觉得拒绝你们就是不孝，可你们说的一家人永远是我牺牲。是妈妈偏心，总觉得儿子才是依靠，女儿多付出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我们拿了程泽那么多钱，却没把他当女婿尊重。念安没拿到红包，我还觉得一个女孩委屈一下没什么。直到你不再给钱，程泽不再收拾残局，我们把最心疼的这个家人都推走。妈妈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原谅只是不再让过去一直伤害自己，不代表所有事情都能回到原样。妈妈不求你马上回家，可一家人总不能一直像陌生人，连话都不能说吧？亲情不是无限索取，爱也不是要求一个人牺牲丈夫、女儿和自己去证明配做你的家人。赡养责任我会依法是疙瘩的，官司不会撤，过去的转账方式也不会恢复。那你大哥的房子可能保不住，你爸爸也会怪我没把你劝回来。那是他们该承担的结果。以前每次有人犯错，最后都是我和程泽付钱，这才让所有人觉得不用改变。真正想重新成为一家人，不能靠我涉诉，要靠你们以后尊重我，尊重程泽，也尊重念安。那以后我们还能不能见面？我还能不能再见你和念安？我不会因为过去惩罚你一辈子，但也不会因为一句对不起就让一切重新开始。那要怎么样你才肯再把我们当家人？看你们以后怎么对待我。那要怎么样你才肯再把我们当家人？看你们以后怎么对待我。好，妈妈不逼你撤诉，也不逼你马上回来。
我会让你看见我们能不能真的改。你原谅他了？我放过过去，但不会再把未来交回去。净公司造谣的证据链基本完整，林浩然案也快进入判决期段了。商业案按程序处理，若晴哥哥的案子由他自己替他干预。公事说完了，问句私人的，林若晴现在确实变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和她复婚？因为我怕现在的一切只是他失去以后短时间里的后悔。她拒绝父母，保护孩子，还帮你守住公司，你怕她什么？我怕有一天他父母再哭一次，再病一次，再说一句一家人，他又会回头。伤害我的从来不只是岳父岳母，是每次他们和我之间发生冲突，我的妻子都选站在他们那里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尊严受损也能慢慢修复。可念安只有一个童年，我不敢再让他赌一次。所以你不是不爱他，就是因为还爱，才不敢再赌。那就别赌，让他用时间和规则证明，婚姻不该靠冲动重启，也不该因为恐惧永远停下。林女士，顾总正在办公室，已经通知他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有些伤口不怕你看见，怕的是你只说会改。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求答案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件事儿，我想让你先看完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又是一份离婚协议？不是，这一次我不要求马上相信我，你不敢再赌。那这一次，我把规则和选择权都交给你。你不敢再赌，那这一次我把规则和选择权都交给你。婚姻不是靠一份协议就能安全，规则写得再好，人也可能在关键时候反悔。所以这不是复婚走胜书，它只是告诉从今以后我愿意接受什么规则，也愿意承担违反规则的后果。第一条，念安永远第一。这个第一具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任何亲戚的要求都不能让他失去正常生活，也不能让他觉得自己随时被放弃。如果你的父母突然生病，而那天正好是念安最需要你的时候呢？先确认病情，再和你商量，不会再直接丢下他。第二，双方父母公平对待，合理赡养可以承担，但标准一致，账目透明，不能谁哭得凶谁就拿多。你父母没有收入，哥哥又陷入债务，如果他们要求你多承担一点呢？父母基本生活和避案能力共同承担，哥哥欠的钱由哥哥自己还，赡养不是替成年人逃避后果。第三，任何人不能再用亲情绑架我们的家庭，血缘不能代替事实，哭诉也不能代替共同商量。所有超过约定额度的支出必须双方同意，任何一方都不能先答应亲属，再回来通知对方。对，规则不是只管我，以后你的父我的父母，任何家庭大事都必须我们共同决定。你甚至写了，只要再次伤害念安或者隐瞒重大处，我可以立刻停止这段关系。因为重新开始不是给我一次免受后果的机会，而是给我们一次按照共同价值线生活的机会。我们这第一次结婚是因为相爱，我们至少确认彼此相信什么。这不是结婚证，也不是要求你今天原谅全部过去，但它是一个开始。协议写得很好，但真正的考验不会出现在纸上。如果他们再次求你呢？我会先保护我的家。需要过去吗？今天先陪念安。他笑得真像刚结婚那年。可那时候，他不是不要我们，是我们以前从来不肯承认那才是他的家。如果他们再次求你呢？我会先保护我的家。那就不要急着复婚，3个月，我们按照这些规则生活，到时候再共同决定要不重新登记。好。最后一颗心，妈妈一次也没有失约。3个月到了，今天我们去办一件需要3个人一起见证的事。是秘密吗？请再次确认，双方都是自愿重新登记姻姻关系吗？是。有了这个，爸爸妈妈就不会再分开了吗？证件是开始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以后怎么做。没有宾客，也没有排场，有我们3个就够了。爸爸妈妈是不是又在一起了？是。但不是回到以前，是我们3个人一起重新开始。我不能保证以后永远没有争执，但我保证遇到问题先沟通，不再用沉默把你们推开。我保证不再让任何人替我们决定这家怎么生活，也不再让亲情成为伤害你们的理由。我是见证人，爸爸妈妈说过的话要每天都做到。好。那以后你们吵架也不会把我一个人留下吗？我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，但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害怕。所有问题我们一起说清。那我终于不用再选爸爸还是妈妈了。他不是不要我们，是我们以前从来不肯承认那才是他的家。若晴已经开始新生活了，我们也不能再等他回来收拾残局。可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房子我卖，欠他的钱我自己还。我的赌债也不再让任何人替我填。房屋出售后，先偿还剩余贷款，剩余款是否全部用于履行债务？全部转过去。以前我以为妹妹有钱，借了就不用还，现在失去房子，我才稳着。剩余债务将按计划继续偿还。欠多少我就还多少。戒赌不是说一句不赌了，你必须关闭账户，接受干预，并让工资自动进入还款计划。我同意。
以前每次输了，我都想靠下一次翻本，最后输掉的不只是钱，是全家对我的。90天只是开始，我知道这次我慢慢还，不再找妹妹救我。这个月不买那些用不上的东西，药费和水电先留出来，我们能自己承担的就不再伸手。以前若晴每月6000，我们从没问她难不难，钱一到账就觉得下个月也该有。不是她突然软情，是我们拿得太久，早就忘了她每一次付出都在消耗自己的家。债务分期我会继续还，爸妈的基本生活费我按能力承担，不再让若晴出。先把你们自己的债还清，我们还能做事，也会省着过。以后谁的责任谁自己承担。真正毁掉这个家的若晴停止帮忙，是我们把她的付出当成了应该。他们终于开始承担了，可若晴受过的那些委屈，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明白就消失。每次照相，我们让儿子站中间；每次家里有事儿，又让女儿冲在最前面。我们是不是弄丢了最好的女儿？我们是不是弄丢了最好的女儿？弄丢过。现在他肯让我们远远看着，不是过去消失了，是他愿意看我们以后怎么做。欢迎各位家长加我心中的家主题活动。以前我想见谁就要求神出来，现在我得先问孩子愿不愿意。让他进来吧，这几年他没有再越过界限。但今天他最重要的是念安。谢谢你们让我来，我就坐这里不打扰孩子，认真看他就好。我以前以为真正的家就是爸爸妈妈永远不吵架，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，真正的家是有问题愿意说清楚，是生气了也不会把我一个人留下，也是做错的人愿意道歉，受伤的人可以慢慢决定要不要再靠近。外婆不要我吗？如果不是那只没有递到念安手里的红包，我也许还会把委屈叫懂事，把牺牲叫孝顺。爱不值得感谢，但正是伤害，让我们终于学会，家不是谁牺牲的最多。我刚才有没有紧张？前2句有一点，后来比我们都勇敢。念安，外婆今天很为你骄傲，外婆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可以，但下次还是要先问我。外婆记住了。原来我们家真的经历过这么多，小时候好多事情我现在都记不清了。有些事忘记也没关系，但我们不能假装它从没发生。面对过去，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。爸爸，你当年为什么一定要离婚？爸爸，你当年为什么一定要离婚？因为那时候爸爸和妈妈已经不知道怎样在一起，才不会继续让你受伤。爸爸提出离婚，不是因为不爱妈妈，更不是因为不要这个家。爸爸只是不能让你觉得被大人忽视是应该的，被亲人伤害也必须忍着，更不能让你觉得因为你是女孩就应该少拿一点，少被爱一点，天生比别人低一等。那时候是我让他觉得女孩可以被少爱一点。离婚也让你害怕过，爸爸知道，但那时继续假装一家人，只会让你每天看见妈妈为别人放弃自己。所以爸爸离开不是为了惩罚妈妈，是为让错误停下来。不是替她承担所有错误，有时候必须停下来，才能让每个人重新学会怎么爱。原来他当年拼命保护的不只是念安，他也是在告诉曾经那个总被要求让步的我，女孩不该因为懂事就永远被放在最后。那时候连我自己都放弃了自己，只有你还记得，我也应该被尊重。所以爸爸不是不要妈妈，爸爸是在保护我，也在等妈妈学会保护自己。是，你们慢慢说，我在外面等，不打扰。离婚不是消失了，是你们停下来，把家重新建了一次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谢谢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一次我们谁都不要掉队。